吕氏房内，吕阳焦急地来到吕氏闺房，神色慌张，四下查看，确认了隔墙无耳，才终于开口。姐姐，你猜得不错，那个小孽种当真要争夺太孙之位。你这个傻子，现在才看出来。若是早些时候让吕家在朝中响应，允文早就被立作太孙，又何惧那个小孽种？如今再说也不晚。陛下虽然对那个小孽种恩宠有加，可是还是想着一碗水端平。此事多亏了我灵机一动，陛下下令，谁能解决此次赈灾筹款一事，陛下重重有赏。依我看，8成与立储有关。那赈灾之法本来就是那个小孽种提的，就算允文胜了又如何？说是他就是他的了，此事全是陛下之功。只要我们将所有的功劳推给陛下，那小孽种总不会跟陛下抢功劳吧？只要宇文能在此事上拔得头筹，我自然有办法助他更进一步。吕氏神情有些松动，已经被吕阳说动。那我们该如何保证允文胜出？姐姐，你忘了，我可是户部侍郎，户部尚书之前才被陛下处死，如今整个户部可谓是咱们吕家的一言堂，赈灾而已，不就是钱吗？咱吕家有的是钱。吕氏闻言惊恐地看向吕阳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你们竟敢贪污国库，你们疯了！姐姐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吕家的不就是你和允文的吗？姐姐放心，那小孽种如今孤苦无依，这次咱们赢定了。疯了！我看你们都疯了。若是让陛下知道，整个吕家都会万劫不复。陛下今年都60多了，还能有几年可活？只要允文当上皇帝，咱吕家就是天下第一大族，到时候这些许窟窿根本不算什么。此事本宫毫不知情，允文也不知道，你记住了。姐姐放心。吕阳退走，独留吕氏一人在房间中沉思。这个小孽种，一不小心就让他成了心腹大患，此子弹不能留。鲁旦带着王德来到大街上，四下寻摸着什么，却碰见了一位熟人。臭小子，没想到吧？老夫在这等候多时了。大傻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臭小子，怎么跟舅老爷说话呢？上尉不在，当心老夫抽你！你们这帮老不休，就知道欺负小孩，有能耐等小爷长大单挑啊！蓝玉闻言哈哈大笑，摸了摸鲁旦的脑袋。好啊，老夫给你这个机会，只是等你长大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可能都不在了。那你们放心，好人活不长，你们这样准能活1000年。别以为老夫听不出来你是在骂我，这次先饶过你。老邓，你找我干嘛？先说好，小爷要钱没有，要命更不给。你那仨瓜俩枣还是留着自己买糖吃吧。宫里的事儿老夫听说了，老夫亲自去吕家拆了他们的家门，把他们的家丁揍了一顿。可惜吕阳那个臭小子不在，不然老夫连他一块揍了，替你出气。看着得意的蓝玉，鲁旦心里一阵感动，这是他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。舅老爷，哎，你这小子终于肯叫老夫舅老爷了。吕家那群崽种这顿打没白挨。舅老爷，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，我皇爷爷那边可不好交代。蓝玉闻言毫不在意。你不懂，我蓝玉从小便跟在上尉身边，出生入死，战功赫赫，陛下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处罚我的。老夫说过，有老夫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鲁旦虽然感动，但还是不得不感慨，历史上蓝玉被老朱杀死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人也许战功赫赫，用兵如神，可这政治觉悟还不如3岁的孩子。舅老爷，宫里的事你怎么知道的？那自然是。蓝玉顿觉不妙，连忙住嘴，可鲁旦却接下了话茬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这事既然皇爷爷没有公开，皇宫外便不能有人知晓，你非但知道，还跑去拆了吕家大门，你这不是告诉皇爷爷，他身边有人透露了风声？鲁旦的一番话，蓝玉只觉得浑身冷汗。不能吧，上尉应该不会在意。卧榻之侧岂容猛虎酣睡？宫里的事还没隔夜就传出去了，你是想让我皇爷爷知道你在他身边安了眼线？蓝玉如遭雷击，整个人说话都不利索。这位大明战神像是发抖的基础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孙侄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老夫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，老夫只是想替你出气。行了，我听说舅老爷你收了不少义子。没错，这些人大多都有战功，为了嘉奖他们，老夫便收了他们做义子。大明的兵自有皇帝嘉奖，你收做义子是什么意思？何况我听说这群人强抢民女，妄谣自报的都是你梁国公的名字。义子太多，管不过来。听我一句劝，抓紧遣散你那些义子，然后上交兵权。若是完了，我皇爷爷刀都落下来了，到时候可来不及收回去。蓝玉手里虽然手握数十万大军，但面对老朱这位不可一世的大明战神，可真是一点不敢嘚瑟。听完鲁旦的话后，连连点头。原来如此，小允腾，你可是救了舅老爷一命啊！我这就去。行了，你老快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呢。这么半天光忙活你了。是赈灾的事吧？不就是钱吗？给，拿着。蓝玉掏出一枚印玺交到了鲁旦手上。这是我梁国公府的印玺，凭此印，梁国公府下财产地契任你取用。若是不够，你就把梁国公府也卖了，反正老夫也不常回京。蓝玉说完，憨厚的笑着。鲁旦心里一阵感动。童子，看到没有？这叫亲人。行了，老夫的赶紧进宫面圣了。言罢，蓝玉转身离开。鲁旦看着蓝玉的背影，自言自语：舅老爷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宫内，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听着王虎给自己的汇报，龙颜大悦，不停地拍着桌子。好圣孙，好圣孙呐！那个臭小子还真聪明。承贺喜陛下，蓝将军如今正在负荆请罪，您要不要召见？不必了，一把年纪了还玩这套，让他把兵符呈上来，然后把他那些义子遣散，然后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是，那个臭小子救了他一命啊！你顺便将你们锦衣卫记录的他和那个逆孙的对话交给他看，他会明白的。是，陛下。蓝玉光着身子，背上背着一捆荆棘，此刻跪在地上焦急的等待。终于等到了王虎出现，迫不及待的询问：王大人，陛下怎么说？陛下心疼将军年龄不小了，不必如此负荆请罪，只需上交兵符，遣散义子，禁足3月反省即可。谢陛下，臣一定谨遵陛下之意。陛下让下官将此物交给梁国公。这是。蓝玉接过本子翻开一看，里面赫然是自己与卤蛋的一言一行，顿时脸色大惊。陛下好叫梁国公知道，此次是三殿下救了您一命，还望梁国公谨记，莫要做了坑害三皇孙的事。蓝玉捧着本子浑身颤抖，连忙趴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。末将谨记。蓝玉起身，从裤裆里掏出了一枚价值连城的玉佩，递到了王虎的面前。梁国公这是何意？下官可不能收受贿赂。王指挥使误会了，老夫不是贿赂，只是希望王大人若有机会，能够照拂我那孙之一二，莫让他在京城受了他人欺负。梁国公放心，三皇孙有陛下撑腰，谁能欺负得了他？阎王好躲，小鬼难防，而治那些小鬼最厉害的，还得是你们锦衣卫。老夫恳请王大人收下。见蓝玉执意如此，又想到朱元璋也嘱咐过他暗中帮衬卤蛋，于是勉为其难地收下了玉佩。梁国公放心。蓝玉点了点头，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。卤蛋带着王德在街市上闲逛了半天，终于来到一座绸缎柱门前停下。卤蛋上下观察了一番，发现此地几乎没有什么人。奇怪，这里地脚不错，这房子建的也还可以，应该门庭若市才对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看什么看？打烊了。老人家，我看你这地脚不错，为什么没有客人啊？老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态度豪横。哪来的小孩？你懂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叫你家大人了。老人家，我想问你这庄子卖吗？去，哪来的小孩？大言不惭的想买我庄子，多少钱不卖？贵贱不卖。1000两。老头闻言愣住，不敢置信的看着卤蛋。你说真的？当然。那也不是不行，不过……老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露出鄙夷的神情。你个小崽子，你这一身衣裳也卖不了几个钱吧？还1000两，把你卖了也卖不出2两茶叶钱，少寻老夫开心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老头不耐烦地驱赶着卤蛋，转过身就要进到屋子里。老张干什么呢？老头闻声看去，立马变了一副嘴脸，点头哈腰。哎呦，王大人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本大人来收租子，赶紧的把这个月租金拿出来。哎呦，这点小事哪劳您亲自来呀？您言语一声，老头子直接给您送去了。老头掏出几两白银交给王虎，王虎掂量了2下，点了点头。我也是顺道过来的，行了，你忙吧。王虎刚准备离开，便见到一旁站着的卤蛋和王德。三殿下，您怎么在这？殿下，王大人，这位小郎君是哪家的公子啊？见到老头的样子，王虎顿时猜了个8、9不离10，当即厉声质问：这是我们三皇孙殿下，你这老头莫非冲撞了三殿下不成？啊，皇孙，三殿下，我老张老眼昏花，识不得真菩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老张吧，我上有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谢皇孙殿下，谢谢皇孙殿下。殿下，您来这儿是做什么？看这里地脚不错，想要收一间铺子，想跟这位老丈谈谈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以势压人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老头愣在原地，看向一旁的王虎。王虎闻言哈哈大笑：殿下，这整条街都是锦衣卫的产业，他们是没资格私下买卖的。什么？你们锦衣卫竟然敢强占百姓资产？殿下您饶了我吧，这都是陛下的命令，查抄了许多贪官污吏得来的，一直没有处置，就放在了锦衣卫名下。这些人每月付点租金，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你说是不老张？老头连连点头：是。租金虽然便宜，但没有生意，就算再少也没用吧？我住在这是为了养老，所以就把店给关了。原来如此，王大人，这家店铺能否出让给我？三殿下说的哪里话？整条街只要在锦衣卫名下，三殿下可以任意使用，我等哪敢收钱？既然这样，那等我的生意做起来，分锦衣卫1成利润，不能锦衣卫的兄弟们白忙活。王虎闻言一愣，皇孙做生意分给锦衣卫利润，这等事简直闻所未闻。寻常官员避锦衣卫如同蛇蝎，皇子皇孙则认为他们是皇家的鹰犬，
这一成股份听起来不多，可却是实打实的尊重。殿下，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不得？将来生意做起来，难免有些阿猫阿狗的上门找茬，到时候还得靠你们帮忙。这一成利润是你们赢得的，咱们这是合作。王虎闻言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：殿下放心，此事交给锦衣卫，谁敢来咱们的产业闹事，老子立马给他扔诏狱里去。卤蛋点了点头，掏出枚金锭递给了王虎。辛苦王大人了，这点钱请锦衣卫的弟兄们喝酒。谢三殿下。王虎揣着金元宝乐的屁颠的离开。卤蛋看向老头：老丈，你不老实啊，还想坑我？这不是不知道吗？您要说您是皇孙，小老儿哪敢啊？行了，看您是开绸缎庄的，我这有个东西，你帮忙长长眼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晶莹剔透，手感真好啊！这是什么布料？只可惜太少，做不了衣服。这本身就是衣物。啥？这是穿在哪？腿上，专门给女人穿的。老头不禁开始联想女人穿上这东西的样子，一时间只觉得好像返老还童了一样。这感觉，老头顿时热泪盈眶，看得卤蛋不明所以。老头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我二弟，人刚走，都应了。老丈节哀顺变。没事，我这是高兴的。殿下，此物甚妙，只是不知道这京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能不能接受啊？老头所言在理，卤蛋思索片刻，我有办法，或我先放你这里，等时机成熟，就拜托你帮忙售卖了。殿下放心，小老儿定不负所托。卤蛋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老头看着卤蛋的背影，感慨万千。没想到啊，一把年纪还走上仕途了。深夜，朱元璋来到了郭惠妃的寝宫，憋了数日的老朱搓着手掌，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进了门。爱妃快过来，几日不见，咱可是想念的紧啊。老朱走进房门，四下寻找，可就是不见郭惠妃的身影。奇怪，怎么没人呢？陛下，臣妾在这儿呢。朱元璋闻声看去，只觉得气血翻涌，鼻子湿热。只见屋里的烛光亮起，郭惠妃身着短裙丝袜，丰腴的身姿如烛火般摇曳，看得老朱一个头两个大。爱妃，你这身衣裳从何而来啊？陛下，臣妾这身衣裳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小允腾果然没骗臣妾，这东西只要男人见了女人穿上，保管他走不动道。这个臭小子，谁研究的呢？他难道真是个天才？朱元璋如同二师兄一般，伸着手靠近郭惠妃，想要抱住她。郭惠妃娇笑着，故意晃过朱元璋，自己飘然坐到了床上，翘着二郎腿，风情万种。陛下，来呀！朱元璋刚有的一点不悦顿时烟消云散，嗤笑着来到郭惠妃身边跪下，抱住了郭惠妃的腿，在丝袜上摸索着。奇怪，这东西怎么感觉在哪见过？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小允腾说过，这东西只给了臣妾一个人。这个小坏蛋竟然敢骗本宫！朱元璋回想起昨日喝的汤里似乎就是此物，一时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原来这东西是穿在脚上的。陛下太过分了，出去，本宫没脸见人了。爱妃，咱不是有意的，臭小子，都怪你。怪只能怪你们古人还是太保守了。郭惠妃将手里的丝袜扔到了卤蛋身上。小允腾，奶奶对你咋样？你竟然骗本宫！郭奶奶，这话咋说的？那老登不喜欢？不能啊，那老登那么好色。本宫昨晚穿着这个，刚开始还好，只是后来陛下不知怎么的突然吐了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整个后宫还不笑掉大牙啊！吐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哦，卤蛋突然想到自己之前的恶作剧，瞬间便明白了缘由。那个，奶奶您别生气，这不是丝袜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陛下嫌弃的不是这丝袜，而是本宫？没有，是我皇爷爷自己的问题，他太虚了。本宫不管，再也不相信你这小坏蛋了。枉本宫把你当亲孙子。见郭惠妃闹了脾气，卤蛋只得抱住郭惠妃大腿，使出了小孩通用必杀技卖萌。奶奶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允通吧。算了，怕了你这小子了。还好小爷长得不差，小贵妃轻松拿下。奶奶，孙儿还有东西给您。本宫可不信你了，又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玩意吧？别以为你小子打的什么主意，本宫这回可不做你的白宫了。奶奶，这回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虽然也确实不能见人吧，但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尤其是对女人。卤蛋凑到郭惠妃身边，小声地解释着卫生巾的妙用。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您找个来事的宫女试试不就知道了，保证好使，绝不错漏。好，就依你。若是真的好用，那可是全天下女子的福祉，本宫自然会帮你推广。谢谢奶奶，奶奶真好。听说了吗？有种叫卫生巾的东西，可好用了。现在宫里的娘娘妃子都用这个，来了月事再也不怕脏，也不怕染病了。听说了，据说是一位皇孙发明的。奇怪了，明明身为男子，却对我们女子苦恼之事如此了解。你说他该不会是变态吧？什么啊？我看分明是那位皇孙殿下深知我等女子不易，所以才造了这东西。
分明是全天下一等的好男人才是。就是，若是能嫁给此等男子，也不枉此生了。小允腾，你的那东西后宫传遍了啊，现在连各府内的夫人、小姐都知道了。听说还有不少千金小姐想要嫁给你这个妇女之友呢。啊，我吗？我才8岁啊！行啊，可太行了。怎么样？奶奶家有个外孙女，跟你年纪相仿，要不要给你定个娃娃亲？不要，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神。女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见卤蛋执拗，郭惠妃有些失望，又想着卤蛋年龄尚小还有机会，便暂时放下心思。小允腾，你费了这么大劲，都求到本宫身上了，到底有什么谋划？可不可以告诉本宫啊？没啥，就是要做点小生意。是这个卫生巾和丝袜的生意？没错，那老登让我筹款，我1分钱没有，只能做点生意了。那本宫出点钱，能否也占一股？卤蛋闻言有些为难，郭惠妃连忙道：一切以你为主，本宫绝不干涉。你也知道你13叔是个什么德行，本宫也是想攒些家底，将来那孩子到了封地也过得好一点。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生意大部分所得都要上缴国库用于赈灾，明年兴许才能有收益，而且那老登肯定要占大头，所以没关系，本宫出1000两黄金，只占1成。卤蛋有些惊讶，不是惊讶郭惠妃竟然有这么多钱，更是惊讶这分成占比实在是太少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个小鸡贼，跟陛下简直如出一辙。本宫不怕告诉你，这钱是次要的。本宫希望你记得这份情谊，在以后本宫不在了，希望你照拂你13叔1、2。奶奶放心，13叔以后跟我混，保证他吃香的喝辣的。静一静，此次售卖卫生巾和丝袜，数量有限，限量5000份，价高者得，售完即止啊！我要！别想啊，我是京城府尹家的，给我家大人一个面子。是你，老子还是秦王府的呢，你多鸡毛！众人纷纷争抢，为了买到东西鸡飞狗跳。都干嘛？老实排队，谁要是敢闹事，就跟本官到锦衣卫大牢走一趟。好家伙，锦衣卫城管了。有着锦衣卫的威慑，众人只得老老实实的排队。即便如此，还不过半晌，所有的东西便销售一空。老张卖了多少？全卖出去了，整整白银5723两。殿下，这还有那么多货，为什么要限量啊？若是全都卖出去，这一日怕不是能卖1万两。我滴个乖乖，这么多钱，这比抢还快啊！那你们懂什么？这叫饥饿营销，东西越稀少卖的才越贵，要不了几天这些钱就凑齐了。听到卤蛋的话，王虎脸色一变。殿下，下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叨扰了。给，这是今天的分红。不是1天1发。对啊，总不能让锦衣卫的弟兄们白忙活吧？每天能见到钱，兄弟们才安心嘛。殿下，您要杀谁？我又没有什么仇人，要害我的还没找到。硬要说的话，不行，你把那个老登打一顿，替我出气。殿下说笑了，下官哪敢啊！我开玩笑的，赶紧走吧。朱元璋看着王虎呈上来的账册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这上面的账目是真的，那小子真的一天卖出了5000两。上尉，臣亲眼所见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朱元璋合上账本，脸上露出一丝杀意凛然的冷笑。这京城有钱的达官贵人还真多啊，咱让他们捐钱赈灾，一个个跟咱哭穷。可是买这些东西，倒是没见他们穷到哪里去。王虎在一旁一言不发，深知此时做个哑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连朕的儿子老二都跟咱哭穷，最后只交了20两银子了事，可买这女人的东西，竟然舍得花数百两啊！这就是咱的好儿子。陛下息怒，莫要伤了身子。传令下去，3天后让所有皇子皇孙在太极殿议事。是，陛下。卤蛋大摇大摆地走进太极殿，才发现早已人满为患。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阴沉着脸，底下的龙子龙孙和王公大臣们一个个不发一言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来说说吧，赈灾筹款一事，你们都做得怎么样了？父皇，孩儿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望父皇垂怜，儿臣愿捐20两白银。哦，咱怎么听说你府里采买东西，随手便花了数百两，怎么到咱这就变成揭不开锅了？父皇你怎么？父皇，儿臣那都是采买些必需品啊。那咱怎么听说你在京城的青楼豪掷千金，只为博家人一笑？秦王朱爽顿时冷汗直冒，浑身颤抖着跪在地上，刚想狡辩，被老朱一个冷哼吓得憋了回去。这就是朕的好儿子啊！父皇，儿臣愿捐5000两白银，3000石粮食。老四，还得是你知道轻重啊！其他皇子见状纷纷站了出来。父皇，儿臣愿捐3000两白银。父皇，儿臣愿出6000两。众人争先恐后，一个比一个叫价更高，眨眼间便凑出了白银数万。跪在地上的朱爽顿时脸色煞白，明白了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却已经太晚了。
皇爷爷，我愿出资白银3万两，救济灾民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孙儿得知皇爷爷正为赈灾一事忧愁，母妃常常教导孙儿要为皇爷爷分忧，所以孙儿自作主张，到处游说，才筹得这些善款。朱元璋闻言顿时喜笑颜开，连连招手让朱允文过来，将他抱在了怀里。好圣孙啊，真不愧是朕的好圣孙。夸完朱允文，朱元璋看向其他皇子，顿时没了好脸色。看看允文，这才是你们大哥的儿子。再看看你们，比不过你们大哥也就罢了，连你们大哥的儿子都比不上。众皇子心中不忿，可却无可奈何。不少人心中嘀咕自己被老朱做局了。四哥，父皇是不是忽悠我们？这不像是要在咱们这些皇子里立储君的样子啊！朱棣心中冷笑，他早就知道老朱只想立太孙，根本没想过立太子。不过看着自己略微出手就能让这么多兄弟被坑，心情瞬间舒爽了不少。父皇自有考量，只能说你不懂。恭喜陛下得此圣孙，陛下有此圣孙，真乃天家之福，天下之福啊！是啊，臣等恭贺陛下。众人齐声庆贺，令朱元璋喜笑颜开，充满了自豪，老脸笑得像朵菊花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准奏。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天下也不可一日无储君。臣斗胆请陛下册立储君，以安天下。殿内顿时鸦雀无声，朱元璋的脸顿时拉了下来，平静的有些可怕。以你之言，咱该立何人为储君？臣不敢妄言，还请陛下决断。朱元璋扫了一眼众人，众爱卿何故一言不发？你们说说，谁适合做这储君之位啊？禀陛下，二皇孙天资聪颖，心怀天下。此次募捐仪式更是证明二皇孙心怀仁德，已有人君之相。臣以为储君之位非二皇孙莫属。非也，自古立长不立贤，哪有跳过众皇子立皇孙的道理？太子殿下仁德无双，他的儿子自然更适合作为储君，子继父位，有何不可？安选二皇孙，他才是众望所归。群臣吵作一团，却没发现朱元璋的脸越来越黑，直到瞄到人群中一副看戏模样的鲁蛋后，顿时一愣。小逆孙，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打声招呼？众人闻言顿时停止了争吵，齐刷刷的看向鲁蛋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逆孙，咱听说你最近发财了。没有，一点小钱。你的叔叔哥哥们都捐了，你的钱呢？皇爷爷，你这不是凑够了吗？救灾的钱哪有够的？咱什么时候说过够了？我看这满朝文武都不在乎赈灾了，想来是问题解决了，可不就是够了吗？既然如此，还要我这点小钱干什么？鲁蛋一番话让群臣面面相觑，一些脸皮薄的甚至露出了羞愧之色。都听到了，连个8岁的孩子都知道孰轻孰重，尔等竟然为了争权夺利，罔顾灾民。咱看你们是巴不得咱早日驾崩，好扶你们的新君上位，这么迫不及待想要从龙之功吗？众人顿时惊恐不已，齐齐的跪在地上。微臣不敢。陛下，救灾虽然事大，但立储之事事关江山社稷，请陛下三思啊！今天要是不能让允文做太孙，那我的3万两银子不是白花了？依你之见，这储君之位该从何人之中选啊？太子生前奇德昭昭，自然是从几位皇孙之中选才是。朱元璋冷笑一声，他自然清楚吕阳打的什么算盘。那你看允腾怎么样？陛下，三皇孙性格顽劣，臣听说今日三皇孙更是从事商贾之事，与民争利，今日更是一毛不拔。此等作为如何能担当储君？臣以为非二皇孙莫属。好对，不愧是我一手提拔的人才。小逆孙，听到了，人家说你一毛不拔呢。说就说呗，说我有不会掉块肉。臭小子，少给咱上眼药，咱知道你挣了不少，把你这几天挣的说出来，让他们听听。行吧，看在您老的面子上，我就说个数。鲁蛋伸出手，比出个6的手势。6？什么是6？6是什么？我们绸缎庄这几天的营业额是6个万。鲁蛋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连老朱都瞪大了双眼。他只知道鲁蛋生意火爆，但没想到这么赚钱，短短几天时间就赚了6万两白银。不得不说，多谢了各位大人赏光。没想到诸位赈灾没啥钱，上我这买东西倒是一个比一个大方。我在这里多谢各位了。诸位大臣甚至是王爷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，在老朱的眼皮底下只能低下头，装作事不关己的模样。恭喜宿主获得众位大臣怨念之共127999。都听到了吗？都是咱的好儿子、好臣子啊！众人一个个不敢接话，缩着脑袋当鸵鸟。既然如此，咱宣布，此次拔得头筹的是朱允腾，捐钱6万两白银。不是等会，老登你算计我？你自己说的6万，怎么？难道咱听错了？那是我一共赚了6万，还要分红的，你一下全拿走了，我还得倒贴钱。记上。三皇孙捐6万两白银赈灾，咱倒要看看那些个粮商还有什么借口搪塞。朱元璋好似没有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让史官记录，随后又看向文武百官。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如今老三捐了6万，这储君之位是不是该给老三啊？吕阳和玉兴二人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这小子怎么整的这么多钱？女人的钱就这么好赚吗？老子贪都贪不过他。
陛下不能这么说，此言一出，天下人还以为这储君之位是靠钱便能买来的。尔等还知道这储君之位非钱才能买，咱自家是何时轮得到尔等决定？莫非是以为咱老了，提不动刀了？众人被吓得立马闭上了嘴。前些年太子还在世时，老朱杀了几万人，到现在那午门的地还红着呢。今日众人也算是重新回忆起了老朱的可怕。臣等知罪。散尔等识相，传朕旨意，三皇孙朱允腾献策有功，身体力行，为朝廷分忧捐钱6万两救济灾民，封吴王，赐吴王府一座。鲁旦不以为意，6万两白银就换了个破封号和一座府邸，怎么算都亏大了。而文武百官与众位皇子的心中却截然相反。老四，吴王该不会是父皇的？没错，是父皇称帝前的封号。三哥四哥，父皇这不会是要立小三子做皇太孙吧？我也不清楚父皇的意思，不过看样子8、9不离10。小三子一点不像咱大哥的儿子，但跟咱们的父皇可太像了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其余几位王爷闻言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。看来得找机会好好巴结这位大侄子了。今日太子府家宴，咱有话跟你们说，退朝吧。小逆孙，你留下。老邓，留下我干啥？我钱都让你卷光了，1分都不剩了。小子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6万两银子换一座吴王府，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叔叔们，这笔买卖值不值？那感情好，谁要我卖给他？朱元璋月念值666。这臭小子，难不成真的不知道吴王意味着什么吗？罢了罢了，今晚跟咱一道去太子府，咱有事要宣布。废物，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这下好了，花了几万两，最后却为那个小孽种做嫁衣。姐姐息怒，我哪知道那个小孽种竟然几天时间赚了那么多银子。我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待了1年，都没他赚得多。如今可好，父皇封他吴王，这天下谁不知道？吴王是他朱元璋称帝前的封号，这是明摆着告诉世人，将来要立那个小孽种当太孙。吕阳哑口无言。朱元璋立鲁旦吴王，几乎可以说鲁旦太孙之位已定。可吕家谋划这么久，他们实在不甘心就此失败。阿姐，或许可从嫡庶之上入手。嫡庶，那小子早就想到了，那翌日跟本宫论嫡庶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那又如何？如今的太子妃是阿姐你，又不是他那个死了的娘，论嫡论长，怎么也轮不到他。可说到底，我也不过是从侧扶正的。若是陛下有意，那个小孽种说他是嫡长子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照样合乎礼法。那就看咱们怎么争取了。什么意思？陛下一直不肯发丧，只因此前在封地的众位王爷尚未到期，如今王爷都已归来，要不了几日，太子便要出殡，届时这摔盆打翻的人选。你是说让允文来做，如此便能坐实允文嫡长子的身份？这是自然，既然是嫡长子，有礼法在此，届时拖上几年，就算不是太孙，凭我吕家的势力，联合众多文官大儒，照样能扶持允文上位。好，就依你这么办。阿姐，之前的计划也继续吧，两手准备。都到齐了吧？那咱就说了，咱一直按着不肯发丧，就是等着你们这些兄弟到齐，好送你大哥最后一程。如今既然都到齐了，也是时候了。几位王爷端起了酒杯，朱刚、朱棣等人皆是眼眶含泪。父皇，儿臣来迟了。咱以前光顾着打仗，是你们大哥和咱妹子将你们带大的，所幸你们大哥给我留下了3个大孙，允文、允腾和允坚。以后若是咱不在了，你们这些做叔叔的一定要好好的替你们大哥，替咱照顾他们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照顾好大侄子们的。父皇，您这说的是哪的话？您的身子骨硬朗着呢。再说，大哥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。父皇，既然夫君出殡，那由谁来摔盆打翻？朱元璋看向吕氏，立刻清楚对方打的什么算盘。这个咱早已经想过了，这摔盆就由咱亲自来。父皇，这天下哪有爹给儿子摔盆的？这不是乱了礼法吗？什么礼法不礼法？咱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难不成还不允许咱悼念自个儿儿子不成？就这么定了。至于打翻，你身为太子妃，你认为应该谁来摔盆打翻？允文身为长子长孙，儿臣以为应该由允文来做。朱元璋看向朱允文，看了许久，若没有朱允通，朱允文确实是太孙的唯一人选。从他的身上也能看出些许朱标的影子，但可惜的是，朱允通太像自己了。允文这孩子不错，可惜终究还是不如允腾啊，就让允腾打翻吧。一句话令吕氏如坠冰窟。可是允文毕竟是……吕氏话还未说完，便被朱元璋抬手打断。允文虽是长子，但允腾亦是嫡子，有资格打翻。朱元璋既没有否定朱允文是嫡长子，也没有说鲁旦是嫡长子，但吕氏明白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在朱元璋的心里占据主要位置，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。儿臣明白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更加确定了老朱想要立鲁旦为储君的想法。至于鲁旦，此刻正跟系统聊得火热。恭喜宿主获得蒸汽机制作图纸、赤脚医生手册、民兵训练手册、军地两用人才之友。我果然是天选之子，穿越者3大神书全出来了，光这2本书，重建人类文明都够了。赤脚医生手册与民兵训练手册与军地两用人才之友，并称为穿越者3大神书，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所应用的所有领域，从科技医疗到军事民生，无物不包。吕氏看着鲁旦得意的模样，
眼神充满了怨毒。小孽种，你等着，本宫保证你活不了多久。朱标出殡之日，朱元璋与一众王爷哭成一团。卤蛋举着引魂幡走在最前方，对这个便宜父亲卤蛋并没有什么感情，但依然感觉心情沉重。也许是原身朱允通在怀念那个慈祥的父亲，安葬了朱标，并打发了其他王爷回到封地。朱元璋肉眼可见的充满疲惫，回到皇宫后只召见了朱允通一人。逆孙，今天你就搬去吴王府吧。当真？那以后是不是没人管我了？看着卤蛋期待的模样，朱元璋心情好了许多，邪魅一笑。想得美，等安顿好了，咱要给你找几个老师，以后你就给咱在吴王府好好学习。老邓，我看你早就没安好心，信不信小爷离家出走？小子，你听说过猴子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吗？咱的锦衣卫遍布天下，你跑到哪咱都能把你抓回来。算你狠！回太子府吧，收拾收拾，把你的东西都拿到吴王府去。我才不要！给我下毒的人还没抓到，谁知道还有没有东西藏在里面？放心，让王虎带着锦衣卫陪着你，有问题让他们先上。我的命不是命啊，为我花生。这还差不多。卤蛋掏出一本账册扔给了朱元璋，朱元璋打开一看，有些惊讶。这是你那个绸缎庄的账册，你竟然把这东西交给咱？本来就打算给您老人家30%股份，您老也算是大股东了。好圣孙，好圣孙了，就你知道心疼咱。不过这30%不比给咱，上缴国库吧。你可算了吧，老邓，你看看你自己，龙袍就这一件，后宫的娘娘们因为你，平日里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，知道的他们是妃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丫鬟呢。你懂什么？咱这是节俭，咱若是铺张浪费，上行下效，那帮官员国公还不得翻了天啊！你小子一看就是没有穷过。想当年，别想当年了，你要那么喜欢过去，干脆把名字改回去当乞丐得了。逆孙，有你这么跟咱说话的吗？本来就是，您哥这苦自己还苦孩子，殊不知那些国公官员虽然明面上不敢骄奢淫逸，可私底下哪一样也没少来啊。谁敢？咱诛他9族！您就别自欺欺人了。您省下来的那些钱，最后说不准都流到那些贪官污吏的手上了。难道您宁愿留给那些贪官花，也不舍得给各位奶奶还有我那些小叔叔们花吗？逆孙，你还教育起咱来了？自古以来，明君向来都是如此，咱要以身作则，咱可不希望日后出个骄奢淫逸的昏君，葬送了咱的大名。钱是我挣的，我说咋花就咋花。您要是不同意，那就把股份还回来。卤蛋伸手便要将册子抢回来，老朱连忙将其藏了起来。成，咱听你的就是了。听完卤蛋的一番话，朱元璋有些犹豫，可他到底是节俭惯了，就算让他敞开了花钱，也早已忘了该怎么花了。您这老思想要不得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，花出去的钱才是钱，流通起来才能刺激生产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行了，咱差点信了你的邪，如今大明百废待兴，过了这阵子再说吧。卤蛋转头离开，留下朱元璋一人若有所思。这小子肚子里东西不少啊，难不成有人在背后教他？卤蛋回到自己久违的房间内，房子里的东西不多，有必要带走的不过几件衣服和那个从小睡到大的玉枕头罢了。就这些东西，打包带走吧。好嘞，您就瞧好吧，殿下。王虎吩咐几个手下，正准备将这些东西打包带走。卤蛋突然发现朱允坚躲在门外的小脑袋。老三，他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是太子妃派他打探情报？随即卤蛋便摇了摇头。朱允坚才4岁，要是让一个4岁的孩子来打探情报，只能说吕氏这辈子有了。行了，别躲了。二哥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卤蛋看着眼中带着不舍的朱允坚，印象中虽然这小子也是个魔丸，但貌似跟原身的感情也不算多差。我是你三哥，你二哥是朱允文那小子。可是我就你跟大哥2个哥哥，你当然是二哥了。你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让开吧。二哥，那你还回来吗？你是要到爹那里去吗？是不是以后你会跟爹一起回来？卤蛋看着天真无邪的朱允坚有些不忍，掏出了一根棒棒糖给他。会回来的，这里就交给你守护了，好好吃饭，好好长大。二哥，你真好，我记住了。二哥，我有个。朱允坚突然扭扭捏捏，时不时地看向床上的那个玉枕头。你想要那个枕头？想要，爹和你都有，连大哥都有，就我没有，所以想要。行吧，给你了。殿下，您不是最宝贵您的那个枕头了吗？这您也舍得给他？一个枕头而已，孩子喜欢，给他就是了。您也是个孩子啊，殿下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好爷，二哥你最好了，比大哥好多了。你老娘要知道你这么说，恐怕会气得把你塞回去吧。卤蛋拿起玉枕头来到朱允坚面前，给你，拿好了。不过劝你一句，别让你娘知道，否则肯定把这个东西给扔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我跟二哥的秘密。言罢，卤蛋将枕头递给朱允坚，奈何朱允坚低估了这枕头的重量，2只小手一个没拿稳，枕头掉在了地上，磕碎了一角。这是我的枕头。朱允通哭着想要捡起枕头，却被卤蛋一把拉开。别过去，
都捂住口鼻。卤蛋捂住朱允坚的口鼻，却被朱允坚打开。二哥坏，你一定是反悔了。这枕头坏了，等二哥修好了再给你。说好了，二哥不许反悔。卤蛋点了点头，使了个眼色让王德带着朱允坚离开，随后面色凝重地看向地上的液体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这枕头莫非有什么问题？水银，这枕头里有水银。王虎听完脸色一变，连忙上前查看，果真是水银。